平时我们使用的这些干电池没有电了，假如没有时间去买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给它们恢复满电。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比如这种1.5伏的电池没电了后呢，我们可以用个手机充电器给它恢复满电。而这种9伏的干电池呢，没电了以后呢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我们给它恢复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用一个这样的12伏的，家里找个这样的12伏的电源，就可以10秒钟给它恢复满电。我们来看一下这2块电池，我们在给它恢复满电之前呢，首先先来测量一下，看它还有多少的电。等会儿我们给它恢复完后做一个对比。我们来看，先来看一下这块绿色的电池，你看现在它是8.7伏。我们再来看这块黑色的，它电只有2.43伏。你看这是个9伏的，现在只有2.47伏，说明它的一点电没有了。我们呢就是给它先来恢复满电。我们来看，把这个电源拿出来以后，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电源插头上面给它先接2条线出来。等会儿我们开始给它恢复满电，把这个红色的是正极接在电源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再找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这个电源插头外圈上，外圈它是负极。我们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，然后在这2条线上面呢接2个夹子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的。然后呢我们看使用的时候啊，就是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源上面，然后呢把这2个夹子分别给它夹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，这儿都有标注啊，看这儿是一个负极，我们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夹在负极上面，另外一侧就是正极，把红色的线给它加上。我们看就这样呢10秒钟就可以给它恢复满电了。我们看啊，先这样等待一会儿，10秒钟到了以后呢，给它先断开电，断开个5-6秒以后呢，再给它加上，再来给它恢复，就这样啊循环着5-6次就可以把它给恢复到满电。然后每次呢不要超过10秒钟，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断一下电，每隔10秒钟断一下，然后再给它加上。好，现在呢已经给它充了4次了，我们把这个夹子都给它拿掉，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它恢复了多少电了。刚才是2.43是吧？我们再来测量，你看现在是9.04伏，是不是？我们再来看9.04、9.02，看到没有？已经给它恢复满电了。经过这样恢复完以后啊，这个电池再用上1个月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。在生活当中，这种纽扣电池使用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它如果没有电了，能不能给它充电接着再用呢？今天视频咱们一起来做个实验。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，像这种纽扣电池一般的都是2032，这种电池都是3伏的电压。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遥控器，就是没有电了，指示灯不亮，时间太长了没电了。咱们先看一下啊，这个电池呢也是一样的，型号和它是一样，都是2032，电压是3伏的。现在咱们用弯表来测量一下这块电池，看它现在的电压是多少，是不是彻底没有电了。给大家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它的电压，现在是0.25伏，这电压明显啊就是彻底没有了，没电了。咱们来试验一下，看能不能给它充上电。如果能充上电的情况下，应急来使用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是买一块电池的情况下，也没多少钱，但是呢买电池可能需要浪费时间，有可能是离商店比较远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咱们如果可以充电的情况下，应急啊就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。给电池充电需要的工具呢，就是一个手机的充电头，然后呢再准备一条手机的充电线就行了。一般这种坏的手机充电线大家一定不要扔啊，我在我的很多视频里面都给大家讲解过，这种充电线是有很多的功能啊，它是可以给锂电池激活充电的。像这种充电器呢，坏的一般都是插在手机上那边小头的部分，一般容易坏。把它剪了以后呢，内部是4条线，只需要呢用黑色的和红色的这2条就行了。黑色的是5伏的负极，红色的是5伏的正极。为了操作方便呢，我在这儿呢接了2块磁铁。好，就需要这些工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操作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。首先呢就把这个插在充电器上面，然后呢把它插在电源上面。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纽扣电池这个大的这面呢有个加号，这儿呢就是它的正极，然后呢背面这儿没有字的就是负极，正负极一定要弄对，不要弄错了。
然后咱们把这个红色的正极，接在这个正极上面，然后负极呢接在电池的负极上面，就这样给它充电就行了。充个2-3分钟以后啊，咱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电压，一般这个电压就会有所上升，一般都可以充好它。咱们来测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呢已经充了有2分钟时间了，咱们再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电压是多少。如果电压能达到3伏，就可以不用给它充电了。看看有没有充上去。现在你看到没有？电压已经3伏了，现在是2.99。正常这个3伏的这个电池呢，给它充满电以后呢，它可以达到3.3伏。现在呢，咱们就还是一样啊，还是老方法，给它接着再稍微充一会儿，再充个1分钟。大概呢就是没有电以后呢，给它充个3分钟，一般呢都能充到3.3伏，就能把它给充满。咱们接着再来充1分钟，然后呢再来测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呢我好像充的时间过长了，又充了有2分钟了，好像这个时间，咱们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它充满了没有。如果充满了以后呢，咱们就装到上面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能不能用。现在我靠，这个电压有点太高了是吧？3.7了都。咱们装到这个遥控器上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用，指示灯亮不亮？没问题是吧？你看一下指示灯亮了，说明确实电池上面是有电的。然后呢，咱们把它抠下来，接个这样的小灯珠来试一下，也是没问题，可以点亮的。不知道这个电池它的电量耐用不耐用还不知道，这个呢需要下一步来测试啊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在电池上面给它绑个电线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。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非常的有用，很多人呢都没有听说过，也都没有见到过。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。我们首先看，先把这个电线给它先拿下来。我们操作的时候，首先呢先把这个电池给它先拆解一下。我们需要用到电池里边的一个配件，我们看，从上面给它先拆开。拆开之后，我们把上面这个盖儿给它拿掉，然后呢把里边这个东西给它拔出来。我们来看需要用的东西呢，就是里边这个碳棒，我们给它先用纸给它擦一下。擦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找个电线，先把电线给它先把这个线头拨得稍微长一点，太短了是不行的。拨开了之后，然后呢把它先拧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拧在这个碳棒上面。其实这个碳棒是有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把它就这样拧牢固了，给它拧在一起。拧好之后，接下来把这一头也给它先拨出线头，然后给它再拧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把这头我们接在这个电源的插头上面，拧牢固之后，每个线头都要拧牢固。拧好之后，接下来呢，再需要一条电源线，就这个样子的啊。我们把这边给它先对折一下，把它塞在这个电源中间的这个位置上。这是部分正负极的，任意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就行。然后呢，这边我需要用到一个电源，这是一个12伏5安的电源。如果没有这种电源，用手机的充电器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先插在插排上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，先拿出来一个焊一丝，我们把这边给它加上。它现在呢就可以变成是一个电烙铁，在生活当中啊，比如呢就是焊一些电子元件啦，焊一些维修一些东西，焊个线头啊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们来看这化锡速度，你看相当的快，是不是？你看立马就化了，它可以来完全代替电烙铁来使用。你看速度非常的好用。接下来我们来焊个线头来看一下，效果非常的棒。你看效果非常的好，无论是它焊个线头还是换个电子元件都非常的好用。看一下这个焊的效果，你来瞅怎么样呢？非常的牢固啊，而且焊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在家维修啦，焊几个小东西非常的好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
今天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手机更换电池的一个教程。其实呢，更换电池是非常简单的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华为手机电池已经鼓包了，看一下已经把手机后盖都顶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两侧都有这么大的缝隙。我发现就是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啊，它这个电池最容易出现鼓包。更换电池呢，首先拆这个后盖，用吹风机呢先给它加热一下，加热完以后再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。像这种手机充电口两侧没有螺丝的，拆壳的时候呢，就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硬塑料片。这个塑料片呢，就是蛋糕盒上面都有这种硬塑料片，然后呢找一个角的位置啊，把它插进去，然后呢在这周围一圈给它划一圈之后啊，这个后盖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。拆这个后盖的时候有一点也要注意，就是这个塑料片呢不要插得太深，如果插太深的情况下呢，在滑的过程中就会有可能把手机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划断。如果划断了以后呢，这手机就没有指纹了。先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排线。打开壳第一步呢，首先把这个电池上面这个排线给它先抠开，让这手机呢给它先断电，这样操作是最安全的。首先呢，先把上面的这几条螺丝给它拆下来，然后呢把压电池排线的这个铁片往上面抠开以后呢，把电池这排线给它抠下来抠开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用镊子可以把这个铁片再给它翘起来，然后把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的这个插座呢也给它抠下来。抠下来之后呢，等会儿拆电池的时候操作会更加方便。电池下面呢粘了很多不干胶，粘的也非常的牢固，所以说直接拆的话是不容易拆下来的。所以说呢，在拆之前呢，要用吹风机给电池先给它加一下热。电池这面加完热以后呢，然后在手机的屏幕这一侧呢再给它加一下热，一直加热到这个屏幕手摸着有些烫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重点来了，就是呢开始撬这个电池了。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撬棒，把它插入到电池的一侧，插入以后就这样轻轻的撬，一次呢不要撬得太严重了，要一点点的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慌，要有耐性，从上往下一点点的就这样撬。撬完以后呢，撬的如果感觉少，还可以从上面接着往下再来一遍。撬完一侧之后，接下来呢再撬另外一侧，还是同样的方法，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撬。所以说这个撬电池呢不能心急，只能就是慢慢来，一会儿呢就可以把这电池给它撬下来了。撬完这一侧之后呢，然后接下来还是一点点就这样撬，这样撬完接着呢再撬另外一侧，就是来回两侧呢替换着撬。给手机换电池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一个操作步骤，只要有耐性呢，一般都能更换好电池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2分钟的时间不到，这块电池就给它拆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这块华为电池已经发现鼓包了这块呢旧的就没有必要留它了，扔掉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把这手机上面这个不干胶给它清理干净，然后呢，拿出需要更换的新电池。我们拆开包装来看一下其实呢，现在出的这些新电池呢，它都是自带固定电池的不干胶的，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去买去了。所以说呢，厂家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电池这个包装，在它的背面是有这个固定电池的专用胶的，然后呢，把上面这个塑料给它揭掉之后呢，然后呢就开始安装电池。安装就更简单了，只需要呢把它放在电池里面，然后这样轻轻的先按压一遍，让这个胶呢让它粘好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安装的时候呢，先扣指纹排线，给它扣好以后呢，再扣电池的这个排线。最后呢，给手机后面这一圈都打上不干胶，然后呢把手机后盖给它安装起来，电池呢就更换好了。有一些网友朋友经常问我说，王师傅我为什么在18650锂电池上焊上去的这个线，这个焊点非常不牢固，很容易脱落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只能说是你的焊接方法不对。看一下我这个焊上去的效果，这个焊点呢不仅饱满，而且还非常的牢固，即使把这个线给扯断，这个焊点它也不会掉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拽不动，根本是不是有点太暴力了？把这个线看到没有，已经拽断了，这个焊点呢还是在上面，根本都没有掉下来，是吧？这个线呢看一下还是非常粗的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焊接的方法，所需要的工具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需要一个电烙铁，
然后呢，再需要常用的这种松香，还有就是焊锡丝，这也是最普通的常用焊锡丝。工具就这么多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呢，我给大家来操作一遍。第一步呢，首先我们找2条电源线，一个红色的，一个蓝色的。红色的作为是正极，然后呢，我们首先给它拨出线头，正好来测试一下我前段时间买的这个拨线钳，看一下它好用不好用。拨红色的这个正极，在拨出线头以后，这个长度呢一定不要它太长，给它适合的稍微剪短一点，大概留个3-4毫米就行了，就跟我这个一样，就这个长度就可以了。把这个线呢，给它像拧麻花一样，给它先拧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焊接之前，先给这线头给它先上点松香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烙铁上面再来点焊锡，在线头上面给它上点焊锡，稍微多来点，把线头处理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拿出我们需要焊接的锂电池，然后还有松香，把锂电池放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拿这个烙铁上面呢蘸点松香，在这个上面上点松香，然后呢就开始给这个电池上面给它来点焊锡，按住这个烙铁不要动，看一下2秒钟，这个焊锡就上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把这个线给它焊上去，看到没有？这一下就焊上去了。看一下焊上去的效果怎么样？焊得非常饱满是吧？我们把上面这个松香给它处理一下。为什么焊接这个正极的时候，这个线头一定让它稍微短一点，不要太长？因为太长了之后这个正极这边呢，中间是正极，然后这一圈它是负极。电池如果挤压过之后，这个皮坏了以后，它的正负极就会短路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剪的要非常短一点，越短其实越安全。这样焊好以后，焊点非常饱满，然后咱们再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牢固不牢固。拽一下试试，看一下能不能把焊点拽下来。拽不动啊！哎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线都拽断了，焊点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，以后还用不用买专业的点焊机？像这些18650锂电池，没有这样的专用充电器，怎么给它充电呢？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解决充电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充电头大家都有是吧？用它就可以解决给18650锂电池充电。然后呢，像这些手机上拆下来的这些旧电池，也可以用它来给它充电。但是呢，如果直接用它来充是充不了的，因为这个手机充电头它的输出电压是5伏，而这些电池呢，它的最高耐压值一般都是4.3伏或者是4.4伏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块电池，看到没有？上面明确标注充电限制电压在4.35伏，而这个呢是4.4伏，所以说是不能直接充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只需要呢给它改动一下就可以解决充电的问题。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解决充电的方法。我们先找2条线，然后呢都是接2个夹子，接上夹子以后呢，等会儿我们充电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。然后分别在这2条线上面接一块磁铁，接磁铁的作用呢也是为了充电的时候更加好操作。2条线上面各自接一块磁铁，接好以后把上面这个螺丝拧紧，然后我们把这条红色的线把它系在电池的正极上面，这条黑色的线系在电池的负极上面，就这样就制作好了。我们用这2端就可以给它充电。家里面有这种老式的万能充的朋友们，70后、80后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熟悉是吧？以前呢都是经常使用它，每天呢都用好几次是吧？我们用这种万能充就可以给它来充电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充，它的输出电压在4.2伏，所以呢用它给18650锂电池充电还是非常好用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万能充把它插在电源上面，然后呢我们把这2个夹子随便
夹上就行，不分正负极。好，夹上以后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闪了是吧？闪的就说明啊已经可以给它充电了。这是第一种方法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没有这个万能充怎么办？给大家再分享一下，用手机充电头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用手机充电头不能直接给它充电，因为它的输出电压太高，它是5伏的，高出了0.7伏，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它改动一下。改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。首先我们先找到这个电池的正极，然后先把这个磁铁我们先给它这条线先拆下来，在这儿呢先接一条短的这种线，接好以后我们放到这儿备用。然后呢找一个报废的电路板，电路板上面呢都有这种小的元件，拆下来一个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每个上面呢这一端都是有一个白杠的，我们把这个白杠这端接在这个夹的这一端，就需要这一个元件就可以搞定，给它充电了。我们把它给接上，然后呢这边这一端接在这个磁铁的这条线上面，我们把线给它都接好。接好以后我们看一下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红色的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。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呢就可以用手机充电头给它充电了。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手机充电头插在插排上面，然后呢在家里还需要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，把小头的那部分给它剪掉，只留里边的一条黑色和红色的这2条线，我们分别这个红色的夹在这个红色的上面，然后黑色的夹在这条黑色的线上面。夹上好以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手机这个充电头上面，这样呢就可以给18650锂电池充电了。像手机上的这些电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的情况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网上很多人说这种铅材电池续航能力差，储存电量少，可以把它修复好的。今天啊我从网上买了一瓶这个电池修复液，今天呢我们就给它加上这种液体试一下，看看这个电池能不能修复好。有人说电池它内部还有电池液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加这种修复液，加完之后呢它反而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，反而呢会让这个电池它的续航能力变得更差。他说适合这种电池啊，这个内部这个液体已经消耗干了。看一下我这个电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内部的液体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先晃一下，先听一下，听到里边有哗啦哗啦的声音，并没有听到里边有液体的声音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先给它拆开，放的时候是有声音的，里边确实是没有液体了，看确实是干了已经啊，这个里边是什么东西都掉出来了。我们先不用管它了。在加液体之前，我们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它的电压，4.72伏，这是一块12伏的电瓶。当我给它充完电之后啊，它是能达到12伏，但是啊放几天之后，它的电压就降到4、5伏了，它是不存电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给它加液体。我们先把盖子打开，把油桶这样打开，用个针管我们抽出来的电瓶修复液。然后呢，这里边是有6个孔的，我们每个孔里面先加个3毫升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接着再加。是用量要求，它要添加这个高度啊，要高于这个电池芯片10到15毫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液体是明显太少了，是吧？我们接着再给它加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内部加的这个液体已经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橡胶盖再都给它扣上，扣上去之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再给它充电，来测试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。电池的电差不多用光的时候，再给它加液体。加完液体之后啊，让它再等10个小时之后才能正常使用，就是才能给它充电。我这个已经没有电了啊，测量的时候一共是4.8伏，所以说这个电量已经用光了。然后呢，液体也加完了，现在就需要等10个小时以后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充电。好的，现在已经过去10个小时了，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给它充电了。现在电压是3.1伏，3.09。现
现在电压它又降了一点，我们先还是不用管它。我们呢现在就开始给它充电，我们就用这个12伏的电瓶充电器给它充下电。先把这个夹子给它加上去，然后呢我们通了电源。因为这个电压太低啊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充电，我们先测量一下，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电压。有14.9伏，电压是有的，然后这儿标注的也是一样的啊，14.9伏。现在就可以给它充电。我们呢先让它充满电池以后，充满电再测量一下。已经充了1个多小时了，这个电量还没有充满。现在我们测量一下，看它这个电压是多少伏。12.29，因为这个天啊已经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看一下外边已经天黑了。到明天早上我来到店里边之后呢，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电压，看一下这个修复液到底起不起作用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是第3天，已经亮了。本来呢，我想第2天再测量这个电池，已经过去2天了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一下电压有没有变化。6伏。刚充完电的时候是12伏多，现在变成6伏了。看来这个修复液没有任何意义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家里面的数码产品在放置时间长了之后呢，再使用的时候就给它充电充不上去了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并不是说这些电池它已经坏掉了，它的真正原因呢就是电池它的内部电压过低，或者是休眠保护引起的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再用它自带的充电器是给它充电充不上去的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电池它的修复方法。其实呢，需要的工具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是有这种工具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池，它是笔记本电池，它内部使用的也是这种18650的锂电池。然后这个手机上的电池呢也是锂电池。今天我分享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非常适合这种锂电池，别管是什么样子的形状的，只要是锂电池都是可以给它修复好的。我这块锂电池现在呢就是充不上电了，放置时间太长了。我们先用温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现在电压是多少。看到没有，这个表是没有的啊，什么值都没有，就是电池呢是完全是充不上电的，一点电量没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它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池修复的方法的步骤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这电池给它拆出来。像这种电池呢就不需要拆了，因为它这个电池都是在外边的。笔记本电池它这个电池芯儿是在内部。拆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内部采用的是4节18650锂电池，它是串联在一起的。然后上面这个壳上这个标注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一个15伏的。现在呢，我们不经过这个充电板，然后我们用温表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电压是多少伏。正常的情况是15伏才对。现在电压是3.24伏，这电压明显是太低了，所以说呢是用自带的充电器是根本充不上去电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测量一下每块电池它的电压是多少伏。我们先找一下，先测量第一块 1.12， 然后再测量第二块，第二块是1伏，然后第3块是没有电，然后再测量第4块，第4块是1伏，然后第3块是没有电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给它4块电池呢不能同时激活，我们要一块块的给它强制充电，强制激活。激活需要的工具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用一个智能手机的充电头，一定要是智能手机的，因为智能手机充电头呢，它这个电流是比较大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5伏2安，我们只要用的是2安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下一步我们再找一个手机充电线，就是不实用的报废的充电线，我们呢把它给剪断，用1节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用带 USB 接头的这半节，然后呢，我们给这条线拨出线头，它的内部呢是有4条线的。我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黑色和红色，
黑色是电源的负极，红色是电源的正极。另外这2条线我们是用不到的，我们给这2条线拨出线头，然后这个黑色的上面接个夹子，接个这样的鳄鱼夹，然后这个红色上面也接个夹子，接个夹子之后呢，我们在激活电池的时候就比较方便，直接加上就行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夹子的话，用手按住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夹子已经接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 USB 这头呢，我们插在手机的充电口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插上电源，插上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激活电池了。然后这个正负极一定要接对啊，我们把这个正极夹在这个需要激活这块电池的正极上面，然后这个负极呢，我们接在这块电池的负极上面。我们一块块的激活，我们就夹在这条线上面，这条线就是和这个电池相连的，我们给它夹上去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激活了。现在呢，这块电池我已经充了大概有15分钟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再充第2块。我们把这个夹子给它先倒过来，这样接着再充，大概给它充个10几分钟吧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我已经把这4块电池都给它充完电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弯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电压有没有上升。如果电压正常之后呢，它就可以正常充电了。先看一下它现在是多少伏的电压。14.31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电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电池就修复好了，再用它原先的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电了。好了，视频今天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